女人为了抓住丈夫一次机会，穿上诱人的睡衣，早早的来到酒店，把房间搞定了。然而等她冲完凉后，但是她老公让她回家睡觉，然后她已经预约了出租车。女人听了以后心情非常不好，但她还是乖乖听从了丈夫的安排。虽然老公说是因为下属要汇报工作，但是女人很清楚丈夫不想多陪她，而且还不断催促她快点换衣服离开。女人手忙脚乱地倒在了床上，男人见到这个就觉得很不喜欢，上前扶她拉上拉链，催一下老婆快走。女人回家后泪如泉涌，看着以前拍的视频，想起来当时丈夫和她还非常恩爱，可是现在的两人却无办法，无法再回到过去的快乐了。名叫秀恩的女士成为了一个富豪家庭的全职太太。作为集团总裁的人，丈夫常年住酒店，对妻子完全无动于衷，导致秀恩对丈夫有亲密的欲望，都要去酒店。但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富贵家族享受美好的生活的财阀儿媳，对秀恩来说，这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监狱。明天要去秀恩父亲开的饭店参加开业典礼，老父亲毫不知情的不断前进，自豪地宣布女儿嫁得很好，不知道女儿在婆家根本不受婆家人喜欢。当恩秀去机场迎接婆婆时，碰巧见到婆婆正在被记者采访。记者发现儿媳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，立即走上前去采访她有关婆婆的事情，而秀恩却紧张不安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婆婆马上安慰媳妇说，第一次见面可能会有点紧张。记者接着问秀恩，婆婆平时对人和善吗？秀恩赶紧解释说，婆婆在家里非常友善可亲，但记者认为回答太含糊了。等记者采访完毕后，但是婆婆却马上板起脸来教训秀恩，她觉得儿媳这次的回答让她感到很难堪。秀恩现在还是很天真，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误。然而秘书表示，回答记者问题时不应该看夫人，这样记者就有机会夸大事情写新闻了。秀恩迅速向婆婆打招呼，然而婆婆突然让司机停车，求求你别抛弃秀恩，这地方根本打不到车。最后秀恩还是被无情地扔到了高速公路上。秀恩走了很长一段路，终于看到了公交站牌呢，她还赶上了最后一班客车，真是幸运。看着已经磨破了的脚后跟，旁边有位帅哥给了我一个暖心的创可贴。此刻秀恩还不知道他和眼前的帅哥有着很深的渊源。费尽9牛2虎之力的秀恩回家后立刻被婆婆责备了。得知儿媳驾公交回来后，婆婆又开始刻薄地嘲笑儿媳，尽管她穿着名牌服饰，但她的贫困气息无法隐藏，而且婆婆还催着秀恩赶紧生第二个孩子。虽然内心委屈，但秀恩不得不听老婆婆的安排。晚上她自己来酒店找丈夫，她一看男人进门就赶紧脱了衣服，然后躺在床上。但男人看到老婆后，脸上流露出厌倦的表情，面对妻子讨好却保持沉默，但是他只是盯着她看，眼神迟钝。他早就告诫秀恩不要随便到酒店找她闹事。面对婆婆一直催促要二胎的压力，秀恩只能无奈的去了酒店，被老公踢出去后发飙，迷失方向的走出电梯。当婆婆电话质问时，秀恩急忙撒谎说正在和老公共度时光，和她同乘电梯的那个男人明显在说谎，原来他就是在公交车上给送来了创可贴的帅哥。第二天，义工秀恩回到家后，婆婆告诉我等会儿要带她出去见客人。秀恩刚想问婆婆打算去哪，但婆婆不理她，只是安排助理给她准备衣服。秀恩出门时的穿衣打扮都要配合婆婆的形象，助理强调让秀恩出门要少说话，时刻留意夫人的脸色，千万别让她发现她对婆婆的不满。因为这次拜访的财阀夫人身份太高，她一直在和秀恩亲切交谈，称赞她聪明有见识，这让旁边的婆婆很尴尬。然后夫人又问起秀恩，如果丈夫不回家住，她一定会很伤心吧？秀恩老公住酒店是因为老会长病了，导致秀恩的丈夫全权处理公司的一切。秀恩一边说话一边让婆婆紧张不已。秀恩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让贵夫人非常称赞，婆婆听了之后只能夸赞儿媳的贤良，但是婆婆的夸奖却让秀恩害怕不已。然后突然发生了一些家庭状况，她让婆婆自己先走。看着儿媳焦急匆忙的身影，婆婆立刻让助理去查个清楚，亲家最近出了点什么事啊？秀恩的亲哥哥真厉害，才8岁就会武功，他竟然领养了一个小孩回家。老爸生气了，但秀恩听说老公回家了，兴奋地回到了婆家，没想到婆婆已经打听到了她哥哥在她娘家发生了点事情。秀恩终于知道婆婆偷偷派人调查她了，而且婆婆还不讲道理的，禁止秀恩还没有来的时候去她娘家，她绝对不允许儿媳卷入丑闻。好在她期待已久的老公回来了，她好久没见到老公了。然而夏流也了解了她哥哥的情况，他根本没安慰他老婆，反而说他哥哥是个渣男，因为像这样的家庭教育下的孩子很少能干出好事情。秀恩终于忍不住了，直截了当地问丈夫有没有和哥哥一起吃过饭。每次我们见面，他都一句话都不说，每次见面都像见了个讨厌鬼似的板着脸。所以秀媛觉得丈夫在这里指责她根本没有资格，她非常伤心，只能吃冰块来安慰自己。丈夫却假借工作出门，晚上去找了女秘书的家，但是秀恩主动写了一张道歉纸条给她丈夫，用这种谦卑的方式争取丈夫的原谅。然而这样的纸条却早就让夏流觉得无感了。秀恩一如既往地给丈夫倒上茶水，这次她给夏流带来的是一盒中药，因为生二宝是婆婆交给她的头等大事，但夏流对她还是一样冷淡。夏俊已经去世5年，但秀恩仍然每天去看他的房间，还每天去学校时，我会把别人的孩子
幻想成下句。秀恩害怕再次和丈夫吵架，所以及时改变了话题，然后她勉强笑了笑，转身离开了房间。但丈夫随后的行为让秀恩崩溃了。下流整理了儿子去世前的所有物品，看到这个情况，她立刻上前制止，恳求老公别动儿子的东西。她对儿子所有的东西都珍爱有加，这件事更激怒了下流，居然把儿子最爱的陶瓷给摔烂了。秀恩看到摔碎的陶瓷，忍不住痛哭起来：“你能不能起床？”然后丈夫又叫人把东西都清理走了。第二天，秀恩正在整理房间，看着我和老公曾经的快乐的照片，又想起昨天老公跟我说的话，秀恩认为自己应该忘记过去的回忆了。然后她给丈夫发了一张他们两个人的合照，她保证以后会珍惜现在的生活，但她不知道她的婆婆现在这样，不想要她了，因为婆婆去找了算命师傅，她儿媳的命运中根本没有孩子的幸福。而下流当晚喝多了，回到家就立刻昏迷不醒，直接倒在了床上。她只是为了工作而喝酒，但婆婆对秀恩进行了严厉的教训，认为她总是给儿子惹麻烦。听完，秀恩也只能无奈地低下了头。看到丈夫睡得很香，秀恩的心情变好了，于是她想帮心爱的丈夫脱衣服。婆婆突然听说儿媳有一个秘密，必经导致不孕，对于急切想抱孙子的她来说，这显然是难以接受的。于是她先贿赂医生，隐瞒了这件事，就连她的儿子下流都不知道。她打算先把儿媳臭名扬出去，然后再让她离家出走，这样就不会被嘲笑和批评了。当然需要有个助手来帮忙，帮助她完成工作，不计较自己的外貌。看着眼前这个听话又懂事的儿媳妇，婆婆心里纠结，无办法，为了家族的延续，她不得不这么做。然后她特意订购了音乐会的票，让秀恩带儿子一起去重温浪漫的约会，这样能让人看到我们夫妻关系很好。自以为是的秀恩想不到，晚上推门时居然看到了这么震撼的一幕，秀恩完全崩溃了，一个人偷偷地躲进了厕所，小声地抽泣。但是这都是助理和婆婆串通好的，目的是让两人的夫妻感情分开。秀恩望着床上熟悉却又陌生的老公，我心里瞬间感到特别难受和痛苦。婆婆找来了律师和助理，商议如何逼迫儿媳离婚，重要的是不让公司和家族丢脸。这时助理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找到或者误导出秀恩出轨的证据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明天助理还是像平常一样对秀恩的穿衣打扮有意见，却不知秀恩竟然很有气势，直接表明了他们上下级的关系，并且不接受了助理帮她配的衣服。这一举动让婆婆感到非常吃惊。然后秀恩主动要求让助理当她的司机。去医院检查身体时，婆婆虽然意外，但还是同意了，想要展示自己的权利，为助理定制了一幅特别的画作，还直接送到了助理家里。然后她装作在欣赏画作，直接去了助理家里，还故意穿戴她的首饰，吊她的胃口，像个女主人的样子。助理对她的气质很不喜欢，她没想到秀恩竟然直接这样做，坦言他目睹了昨晚发生的事情。面对秀恩激烈指责了一番，但助理却一点都不慌张，反过来取笑秀恩一点自信都没有，而且她的独生子也已经去世了，以后可能再也没有幸福了。而且助理还戏弄她，平时为了保住儿媳的地位，整天巴结人，结果比夏家院的狗还不如。然后她又拿出了和下流一起拍的照片，宣称自己以后才是夏家的真正女主人。忍无可忍的时候，秀恩忍不住跟助理扭打了起来。第二天，婆婆看到助理脸上满是伤痕，她立刻露出凶相，毫不客气的连根拔起了那些没用的绿植。助理秒懂后，赶忙低头认错，并坦白了一切。婆婆听后对她的做法很失望，她要求助理竭尽全力化解秀恩的误会。下流发现她和助理的事情泄露了出去，故意约岳父岳母出来吃饭，想请他们帮忙平息事态。下流不以为意秀恩的质问，轻描淡写的称其为小事，并且还埋怨秀恩不该看到那一幕。可怜的秀恩被气得哑口无言。而此时婆婆又开始打算起她的小心思，为了让秀恩稳住，她先假装开除助理，然后秀恩也收到了助理发来的道歉短信，说自己已经离开首尔。第二天，婆婆又见到了秀恩，说自己在医院领养了一个无人照料的弃婴，希望儿媳可以过来帮忙看看。婆婆原来知道儿媳很爱小孩子，于是她开始利用这个优势来计算秀恩。然而秀恩来到医院后，却发现男孩的医生就是曾经帮助过他多次的阿明。听了阿明的说法，男孩脑子里长了个肌瘤，随时可能会休克致命。下流同时接到了母亲的来电，说起来已经很久没有和儿媳一起出去约会了，现在偶尔正好他就在隔壁的医院里，他叫儿子去陪陪秀恩。然而当男人后来来到医院时，却发现妻子正和阿明一起喂男孩吃饭，就像一个完整的家庭一样。下流开始嫉妒起来，感觉不好受。回家后，他要求妈妈让别人来看男孩，可夫人直接拒绝了，并说男孩很喜欢秀恩，要是换别人她也不放心。第二天，丈夫特意带上秀恩一起去参加聚会，可秀恩却心神不宁。今天是男孩手术的日子。聚会结束后，秀恩接到了阿明的电话，告诉他男孩手术后一直没有醒过来，她正准备去医院，结果被丈夫拦住了。男人问她为什么对这个孩子那么关心，难道你是他妈妈吗？听完气得不行就走了。来到医院后，见到心怀愧疚的阿明，秀恩赶紧上前安慰他，让他不要太担心。这时丈夫赶来，正好目睹这一情景，他非常生气地抓住秀恩并准备离开。阿明刚想说话就被男人打倒了，但是秀恩和阿明的绯闻很快在医院里传得沸沸扬扬。此刻婆婆乐翻了，一接到线人的消息就开心得不得了，她急忙冲医院现场演了一出精彩戏码，谴责儿媳毫无廉耻的行为。看到情况后，
她马上回家解释，没想到门锁密码都被改了。秀恩只能心灰意冷地坐在地上等待，等晚上丈夫下班回家，带着秀恩进来，但是看到门口的婆婆说了些乱七八糟的话，告诉儿子秀恩想回娘家待几天。秀恩听完后茫然无措地站在那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回到卧室后，发现行李箱已经包好了，丈夫还生气地以为妻子没有等他，就自己擅自收拾了行李。秀恩只能无奈地冷笑了一下，才明白自己一直被婆婆算计着。我现在好想见我妈妈。一大早就带着行李回到了娘家，男人注视着摆在床上的搭配好的衣服，还以为是妻子在离开前替我打理好的。刚出门，母亲就赞了助理的眼光，比秀恩这个土包子要懂审美多了。男人无奈地转身走了。阿明知道他给秀恩带来了麻烦，于是他约请秀恩出来，想解释一下为什么，却没想到助理偷偷拍了照片。看到照片后，夏流居然还相信了。他愤怒地去找助理对峙，警告他别再插手他们家里的事情。实际上，夏流还是喜欢秀恩的。然后男人不顾阻拦，将妻子带回家了。婆婆发现自己的计划失败后，非常生气，她指责秀恩是一个不懂事的人，居然刚搬出去没多久就赶回来。其实秀恩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娘家人再为自己操心罢了。第二天，秀恩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，但婆婆却说做多了菜也没用，一桌子菜都没有我喜欢吃的。婆婆责备的话让秀恩心里很难受。好在晚上老公自己带着秀恩去参加了宴会，男人无意中发现助理和阿明正在交谈，助理听从婆婆的话，把自己和夏流的事情告诉了池健，希望阿明可以帮忙解救挤在夹缝中的渺小秀恩。然后夏流看到这情况，就把助理从大厅带出去了。这时助理偷袭的亲吻了男人，正好秀恩也随后走了出来。阿明觉得情况不妙，赶紧采取行动，把秀恩拉回了大厅。助理又挑了些新的东西来表演，有其他男人闯入了我的生活。果然生气的夏流大发雷霆，把秀恩手机里的联系人都删完，警告他别私下和阿明见面。但是秀恩此刻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再被人利用了。接着秀恩发现妈妈送来的鲍鱼，然而婆婆毫不留情地把它扔进了垃圾桶里。她捡起了鲍鱼，心情很沮丧。婆婆看到这情景时，赶紧改变表情去哄片儿媳，解释说自己不小心把鲍鱼碰到了垃圾桶里，希望她不要误解我。秀恩感到婆婆的城府太可怕了。明天秀恩陪着婆婆参加了一项慈善活动，而婆婆却故意拿出来说儿媳不能生孩子的事情。婆婆当着众人面前无情地伤害了秀恩的内心尊严。活动完毕后，秀恩找到婆婆，并问她为什么这么做。没想到婆婆竟然一直在喷我们，现在都赶上我们家没有接班人了。这天，婆婆故意带着秀恩去参加聚会，她虽然穿着职业装，但却……婆婆直接批评我的品味差，换了连衣裙没别的意思吧？怪她要参加约会吗？然后秀恩又换了一身白色衣服，婆婆还是一直取笑她这么土气了这么多年还不改。最后她还是儿媳换回了最开始的那套衣服，而且等聚会结束后，婆婆还是觉得儿媳的表现很丢脸，说完就坐进豪车离开了，又把可怜的儿媳丢在路边了。然而当秀恩走回家的时候，却意外发现丈夫竟然和助理开车走了。秀恩这才明白以前说的都是大家编造的谎话。第二天，秀恩故意提及助理的事情在餐桌上，婆婆听后说自己辞职了，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。不高兴的秀恩见阿明出去聊天，阿明马上劝告秀恩说要享受生活才会快乐，没必要继续这么妥协了。可是在秀恩回家的路上，她却突然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，婆婆正在偷偷的和助理密谋。秀恩感到后背发凉，她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婆婆的安排。她去找了婆婆，并直接告诉她自己的心情。母亲把大嫂当作亲女儿一样看待，但为什么婆婆对我总是冷淡无情呢？这么多年来跟夏家在一起，一直都没挂过几副好脸。我没说是怕自己说脏话，这话也让秀恩对这家失去了希望。婆婆那些刻薄的话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。第二天，秀恩就发短信给夏流，约她出来吃饭。她来到饭店后，发现了个助理，助理来这里也是受秀恩的请才来的。最后进场的秀恩坐下来，然后直接表明了彼此的关系。最后他们都承认了这一切，但夏流却说自己和助理已经不联系了。他一直都在纠结自己，但秀恩却觉得这已经无关紧要了。他最后还给助理一个大礼，夏流大吃一惊，没想到一向迁就他的妻子会这样，竟然主动提出离婚。但是夏流回家后非常生气，因为他的词典里离婚是绝对不被允许的。于是他打了个电话给秀恩的妈妈，他非常清楚秀恩娘家是他最薄弱的地方。儿媳没料到自己一向已很敬重婆婆，没想到她会说出这样的话，让我感到很沮丧，让秀恩差点晕过去。第二天，她就找来了丈夫和助理，直接坦白了，决定和夏流离婚。丈夫傻了眼，太傲慢了，他没想到要妥协的事情，妻子居然主动提离婚给我。秀恩伤心的要命，非常害怕，妈妈非常担心，也不敢回家。她就去了她婆婆的工作室，想了解我婆婆干嘛这么做的原因。婆婆直接说她不能生育传宗接代了，那就不能再待在这里当我的儿媳妇了。坦率说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，还费这么多劲搞这么多糟糕的事情。婆婆却说她不会做，这是一个赶媳离开的恶婆婆。这次秀恩终于是真正明白了，因为无论她做的有多么出色，但她始终无法满足婆婆过分的要求。后秀恩对丈夫述说了自己十足的心情，多年来承担起家务琐事。夏流听了后不得不点头认可，他以为妻子会原谅他，继续和他在一起，没想到这是秀恩做给他的最后一顿饭。回家后，婆婆发现秀恩还在，误以为她
还在等待索取养费，所以他声称只要秀恩承认离婚是因为他就不会对秀恩做任何亏待。然而秀恩说自己除了该不会多要1分钱，因为她也是父母宝贝的女儿，更是一个好妈妈。儿子已经不在了，所以她绝不会为了微不足道的好处而自贬身价。婆婆生气极了，决定彻底让秀恩绝望。没想到秀恩直接拿手机播放了录音，婆婆听后完全惊呆了，要求秀恩删除录音，但她却毫不知情地伤害了他人。此时的秀恩已经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了，她只能气得找不着北，无奈的眼睁睁看着秀恩潇洒走了。第二天，她就迫不及待地帮儿子安排了相亲，尽管对方条件好，而且还是个名人家族的女儿，但夏流很讨厌这个安排，于是他当场坚称自己现在还没离婚，表示坚决拒绝和任何女人约会，因为他不想离婚，所以他还指望着利用妻子的父亲让秀恩回到我身边。没想到秀恩居然直接说出了自己要离婚的原因，父亲此刻也差不多懂了事情的原因，他一脸严肃的让他俩先回去，说他现在想要一点宁静。果然第二天，爸爸就赶紧找到了女儿，听了之后感到很无奈，他意外的发现连他的父亲也无法理解他的做法。为了证明我离开富豪家庭也能过好生活，他决定自己找个工作，最后搞定了。为了庆祝我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他和阿明约好了一起出去逛街，一块去电影院看电影吧。秀恩终于松了口气，心情舒畅多了。夏流心情低落，因为离婚的事情让他很难受，一个人在酒吧独自抿着杯中的酒，醉晃晃的享受着。出来后却发现老婆和阿明和大家在一起，一直很开心，他立刻变得超级沮丧。于是他等秀恩离开后，立刻找到了阿明，希望他放弃秀恩。没想到他一开口就烂醉如泥，直接在阿明身上倒下了。阿明只能把男人背回家了。看到儿子受得这么糟糕，婆婆生气，又找助理商量应对，打算利用人际关系来欺负秀恩。明天我将在公司上班，秀出我的工作能力。突然被领导插话了，领导把一份好菜给毁了，原来是公婆在背后捣鬼，通过自己的关系找到了秀恩公司的领导，故意贬低了儿媳的过去经历。然后母亲发现儿子一直在惦记着秀恩，所以他又向儿子直接问起为什么阻止他抱孙子。夫人震惊地询问他的原因，夏流表示儿子夏俊去世后，他决定不再要孩子，所以不能抱上孙子，并不是秀恩的过错。夫人面对残酷现实时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但她并没有就此放弃对秀恩的折磨。第二天，她带着助理去了秀恩的家里，指责秀恩的妈妈管教不严，导致女儿不好，影响了家庭形象。母亲为女儿的遭遇感到心疼，非常伤心。秀恩立刻前往家中与婆婆对峙，婆婆想出手，结果被秀恩拦住了。这时候儿子夏流刚刚回到家了，太太赶紧装作可怜的要求他的儿子看秀恩怎么对待自己的，但是秀恩已经不在乎他们的想法了，他们逼迫我这样做的。秀恩说完就走了，而太太还打算把秀恩和阿明的绯闻提供给媒体曝光炒作。男人这时候实在忍不住了，夏流说自己从小长大了，每次回家都害怕极了，空荡荡的房子里没有一点家庭的温馨，妈妈不在，保姆欺负我，家变成了可怕的回忆。但是秀恩的到来改变了一切，这让冷冰冰的家变得温馨和欢乐起来，让人想回家吃饭。但是夫人并没有被这句刺痛心灵的话所惊醒，为了让老婆不再受婆婆的伤害，夏流终于同意了妈妈的离婚请求。夏流现在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悲伤，他身居豪门却管不了自己的婚姻，但是他急急忙忙地带着她去相亲，而这次相亲的人也不好对付，第一次见面就表现得很强势，找借口把他赶走。而当太太碰到比自己家庭背景更高的女人时，瞬间失去了以前的嚣张气焰。我只能默默一个人回家了。离婚后，秀恩终于释放了自己的心结，阿明对秀恩呵护备至，让秀恩产生了心动。最后阿明勇敢向秀恩表白了，两人公开的开始恋爱了。而夏流对此感到非常后悔，以前对老婆冷淡无情，夫人想确保儿子和财阀女儿能顺利成婚，他急匆匆地找到秀恩，想要得到秀恩签字的离婚文件，确保离婚后双方互相不干涉对方的生活，让他同时签字承认，导致离婚协议的责任在我自己。然而夫人竟没料到离婚后的情景，他的表现真是太帅气了。夏流突然发现阿明就是5年前的那个人，救治儿子事故的医生。5年前，秀恩的儿子遭遇了一次车祸，阿明就是当时的主治医生，因为判断错误导致孩子意外去世。这个时候的秀恩还沉浸在阿明和我之间的爱情甜蜜不已。第二天，夏流见到了他的前妻，希望能够向他坦白一切。可以看到，秀恩现在很幸福。最后，他还是没勇气说出来，于是他找阿明单独见面，以此来逼迫阿明离开秀恩。阿明赶紧跪下，请夏流不要告诉秀恩实情，他好不容易才从5年的伤心中走出来，再提起一定会受不了。夏流询问他是否在，我早就知道秀恩的身份，然后有意悄悄接近他。阿明听后一言不发。为了不让秀恩受到更多伤害，夏流警告阿明得赶紧离开国内，以后别再跟秀恩来往了。明天夫人和女儿舒雅一起去了，两人商量着结婚的事情。然而主角夏流一直还没来。此时男人非常后悔和前妻离婚，我其实不太想提这桩商业交易式的婚姻。夫人此时心急如焚，但最好蒙混过关，辩称儿子有重要会议，等了将近5个小时才等到结果。太太现在坐不住了，她给助理打了电话，但是助理却告诉夏流，在路上竟然跟前妻碰面了。夫人正准备再次为儿子开口，夏流直接进门揭穿了妈妈的谎话，并且毫不客气地宣布取消了这桩婚事。夫人听后当场气得脸都变形了，一次豪门商业合作
就这样告吹了。夫人觉得被羞辱的前所未有，她把所有责任都怪在了秀恩身上。她不管助理的反对，去找秀恩算账。碰巧阿明正在教秀恩开车，夫人直接吩咐司机加速，别让她的车停下来。秀恩看到婆婆恶意的眼神后，立刻情绪崩溃。我把油门当成刹车了，车子就要撞上前方的大货车了。秀恩急忙转过身来，最后直接撞上了路边的栏杆。婆婆一看就走了，连头都没回。阿明为了保护秀恩，手臂伤得很重，治愈后生活正常，但是以后做精密手术的机会会少了。由于这个原因，我不能再从事内科医生这个职业了。而这个时候，夫人正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听音乐，却没想到她儿子就要生重病，而她正好亲手毁了专治这方面的阿明。太太撒谎说自己恰好路过，这么假的谎言让儿子都觉得丢脸。他突然觉得自己真的不配前妻秀恩。明天夏流和前妻商定了要去探望已经离世的孩子。夏流走着走着竟然晕倒了，差点撞到一个陌生人，然后他觉得整个人都没力气，呼吸也变得急促，他身体太差，就晕倒在了车上。夏流得了脑瘤，而且很糟糕，医生建议他尽快入院动手术，否则可能没过半年就没命了。夏流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坚决不同意做手术，不管医生怎样劝阻，还是要坚持去看儿子。接着他在儿子的坟前真情流露，并且还反思了自己的过去行为，他想在最后的日子里改正之前的错误。阿明马上劝夏流尽快动手术，并表示不想让他变成过去的回忆。夏流的眼睛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，但他最终还是没去医院治疗。阿明只能把止痛片给了夏流，因为他知道这种病时不时会出现，早上起床会有多痛啊！夏流最后提醒阿明要保密，不要让秀恩知道，因为他不想让前妻感到更困扰。男人回到家后告诉我，妈妈想自己煮一碗汤。夫人多年没做饭，手忙脚乱了起来，给儿子做了一份疙瘩汤，虽然有点勉强，但男人却吃得很香，希望以后每天都能吃到妈妈做的饭。夫人不知情地表示现在很忙，但等退休后会学习做饭。男人勉强笑了笑，也许对他来说，这个家只是个睡觉的地方而已。担心的医生晚上来到夏流家里了，他劝夏流尽快入院动手术。夫人偷偷听到了两人的对话，儿子也会被传染上的。之后，夫人派人去了解情况，发现儿子竟然不会放风筝，骨灰盒的位置已经定好了。看到孙子的灵位被放在很近的位置，夫人完全崩溃了，她放声大哭，请求老天不要带走她的儿子。这个自以为是的财阀夫人此刻完全崩溃了。儿子的一生里，他陪伴的太少了，儿子祈求他多陪伴自己一下，但是妈妈都以工作为借口拒绝了。我一直都想要把公司做大，没有被任何限制的追求，事实上一无所获，现在只能看着儿子吃止痛药缓解身体痛感。夫人看到这一幕，内心无比伤心。最后，夫人只好又去找了秀恩，请求他回来陪儿子一下，只有这样，儿子才会继续努力活下去。婆婆的请求让秀恩觉得好笑，她也是那个逼迫我写下保证书的人。夫人听后，当时就撕掉了保证书。最终，秀恩还是无法答应夫人的请求。第二天，夫人找来了媒体记者，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婆婆，之前所有的完美都是自己假装的，所以儿子的离婚也是自己暗自逼迫的。他向秀恩道歉，为他过去的行为感到抱歉，并宣布放弃自己的工作，和儿子多在一起。然后太太去了秀恩家，向大家道了个歉。他脸上失去了昔日的傲气，他恳请秀恩回到儿子身边，但秀恩义无反顾地拒绝了他。旁边的老爷也劝女儿不要这样冷酷。夫人此刻双膝跪下，说只要秀恩同意回家，我甚至可以和儿子切断母子关系。夏流急忙搀扶起了妈妈，面对嘘寒问暖的劝说，心意坚定不移，还说自己马上就要嫁给阿明了，所以她肯定不会再和那个男人结婚了。第二天，岳父突然发现夏流昏倒在地，他急忙将男人送往了医院，他才知道前女婿得了绝症，时间不多了。为了避免后人重蹈覆辙，夫人希望在医院找到一个能治疗儿子癌症的医生。院长说确实有个专家擅长这种手术，但他却遭遇车祸，手臂严重受伤，现在已经无法继续进行这种高难度的手术了。夫人才恍然大悟，院长原来是指专家就是秀恩的男友明明。阿明出车祸是因为夫人的错，结果夫人偏偏毁掉了儿子活下来的唯一机会。这个男人只剩下半个月的命了。他最后一次见到前妻，我要向秀诚恳道歉，因为我犯了太多错误，对他亏欠太多了。虽然秀恩的心里还是不能接受他，但看到自己曾经喜欢很久的男人这么可怜，秀恩心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病情越来越严重了。夏流开始一段时间忘记了一些事情。下雨天，他拿着伞去学校接孩子放学，却忘记了自己的孩子5年前就挂了。大胆相信我，积极的劝说前夫回来，两人手牵手回家。夫人见到特别高兴的事情，以为秀恩同意回来照顾儿子，没想到夏流竟然问他妈妈儿子回来了没有。夫人听后吃了一惊，秀恩急忙解释说夏流忘记了过去，还承诺每天来照顾他。婆婆还指望秀恩和儿子复婚，但她知道秀恩为什么会同意照顾那个男人，我完全是因为同情我儿子遇到的事才这么做的。他们的感情已经破裂，无法挽救。第二天，妈妈意外发现儿子开始想自杀，她赶紧找到秀恩，希望他能阻止儿子自杀。最后，
秀恩在儿子的灵位前发现了夏流。此时秀恩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，她恳求那个男人不要轻易丧失生命，即使为了已经去世的孩子，也要坚持和疾病做斗争。看到老婆为了我这么心痛，夏流最终还是放弃了想自杀的念头。阿明为了让他心爱的人不伤心，每天女人都苦恼不已，他决定帮夏流做手术。经过漫长的10几小时的努力，经过持续努力，手术顺利完成，但是病情已经非常严重，无法控制。这次手术只能是帮助一下。夏天持续了2个月，其实夏流早就不在乎死了，他请求秀恩原谅他妈妈的错误，因为我爸爸很早就去世了，他还小的时候，家里每天有坏蛋来要债，他妈妈拼命保护自己，我一个人面对了一群人的打砸抢劫。母亲的性格随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她日夜努力赚钱，只是为了保护母女不再受到任何伤害。秀恩开玩笑说，夏流可能是喜欢妈妈太多。男人笑了一笑，说虽然妈妈有时候有点过激，但我要去赎罪了。他希望秀恩能原谅他妈妈。夏流回家后发现妈妈正在做校医，他紧紧握住妈妈的手，表达出他渴望和妈妈一起出门旅行的愿望，过来看望我。现在他想让妈妈多陪陪自己。夏流在飞机上勉强忍受身体的疼痛，和妈妈商量着幸福的母子计划，他们的首次旅行路线。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有好多地方都想去玩。夏流最终没能实现他最后的愿望，太遗憾了。他累得不行，直接倒在了妈妈的肩膀上。